我们这里买下来呢，当时一瓶差不多是台币，那现在隔壁卖出去的价格呢，涨到了5万一瓶。所以这样算一算，3年多的时间，我们这套房子相对来说就差不多涨了多万。人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那就是像有一些死过人的房子，可能就叫做凶宅。那像我们之前租的那个房子呢，我们在里面添丁了，那就是反而多了人，那是不是算吉宅呢？就是把那个房东的租屋变成了一个吉宅，所以他要包红包给我们。这套房子呢，还有一个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呢，虽然是跟隔壁共享的，但是它其实空间很大。那我还发现呢，台湾住宅有2个特色，就是呢，如果你住1楼的话，默认门口的位置是可以给你们家停车的。那另外呢，如果住顶楼，通常加盖的部分就是属于你家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现在呢是一个广告设计，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大家看到我今天换了一个拍摄场景啊，我今天是在我们家的儿童房间。那儿童房间因为之前一直乱哄哄的，所以也就没有在这里拍过。这次呢换了2个柜子，把他们的玩具都收起来整理了一下，腾出比较大的可以活动的空间。其实我来到台湾呢，一直没有开箱过我们在台北买的房子，那是因为刚买好房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做 YouTuber，然后呢，就是因为有小朋友的关系，家里一直很乱，也就一直没有开箱过家里的房子。那最近呢，我是听到隔壁那一间出售了，而且它出售的价格很让我惊讶，所以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北买的这个房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过。那关于隔壁邻居的那个房价呢，我会在影片最后跟大家公布我现在这套房子预估涨了多少钱。那当然刚来到台北我们是租房的，我们一开始租房呢是住在红线芝山捷运站附近，因为那里离果果的娘家也很近，而且那边的交通很方便。另外因为我刚到台北的关系，那边附近吃的东西很多，能很快让我深入到台湾的餐饮文化当中。当时在那里租房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壮壮出生之后，我们从月子中心回到我们的租房，当时房东还包了红包给我们。当时我觉得房东真的人很好，但是有一些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我们生小孩他要包红包给我们。后来呢，我大概想到一个原因，我这里说出来不知道对不对，各位观众可以帮我再解释一下。那就是像有一些死过人的房子，可能就叫做凶宅。那像我们之前租的那个房子呢，我们在里面添丁了，那就是反而多了人，那是不是算吉宅呢？就是把那个房东的租屋变成了一个吉宅，所以他要包红包给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各位观众可以给我留言啊。当时我们会想到去买房呢，也是很偶然的情况，也就是我的岳父说，在台湾在台北生活呢，最好还是要有一个房比较安心一点。那没错，就是我作为一个上海人也是这样的观念，在一个城市生活，有一个房会有很多安全感，也更有归属感。那当时其实还是抱着试一试，随便去看看的这样一个心态，就找了附近的一个中介来问他周边有一些出售房屋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一天我们约了一处看房，是约在公馆路上面。但是走到公馆路呢，我就觉得那边交通好像不是很便利，而且因为那处房间是在山脚下的关系啊，就是觉得很潮湿，然后房间里因为也空置了，虫子还蛮多的，我就看下来不是很满意。然后呢，那个中介人员随口提了一下，他说附近还有一个房子，要不要顺便去看一下？我们想好吧，就顺便去看一下吧。没想到这个顺便一看，就成了我现在这个家的归属。很多人说买房是人生大事，需要考虑到很多事情，但是就我自身而言呢，这个还蛮像一种阴差阳错的命运感。那说到命运感呢，其实最近我有在用一个算命的网站，偶尔呢在人生比较迷茫的时候，或者是我自己想找一些方向的时候，我会上这个网站去参考一下。点进去呢，先输入自己的生日，就会开始排盘，还蛮有科技感的。网站上讲得很细啊，有常规的一些人生啊、事业啊，像我的事业就说
我的工作职务多变化，经常更换工作环境。确实是这样啊，有说中。还有财运啊、感情啊等方面。还有一个叫老师给你的人生指导，其中有个呢叫做天机化录，里面有一段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我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很多事经过策划、行销、包装都能够获利可期，在行业选择上可以往设计、包装、行销去发展，会有较多的财富积累。这怎么说呢？简直有一些太准了吧！我也没有跟这个网站提过我是做设计的，他就能帮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让我觉得有一些太不可思议了。而且呢，他还说从方向上可以选择偏东、靠近绿植森林的地方发展，会更加有利。你看啊，我从上海东渡台湾海峡来到台北生活，而台湾又是一个绿植森林覆盖的岛屿。我一来到台北生活呢，家里就添丁，而且是生了2个，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好字。我看到这里真的觉得准的有点让我头皮都发麻了。他后面还有一部分提到要多跟生年尾数为6的人在一起，比如1976啊、1986、1996年出生的，能互相匹配获利。遇到尾数7的人呢，也能带来不少好运。我就想请问有没有这些年份尾数的观众呢？请快点来跟我联系哦。这个紫微呢，我真的还觉得蛮好玩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我影片的说明栏和置顶留言找链接了解哦。好了，那话题说回我在台湾买房的经历啊，当时呢一切真的都蛮顺利的，看中之后基本上就去找那个原本的屋主去见面会谈。见面会谈还蛮有意思的，两方每方一个小房间，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小房间，然后他们在他们的小房间，中间呢由那个房仲来沟通，就是我们报一个价格，房仲去告诉房东他们愿意出多少，你们还能降多少，就这样来回了大概2个小时，还算蛮快的，就顺利的签约了。那我这里也不卖关子了，我们这里买下来呢，当时一坪差不多是65万台币，应该差不多3年多前。那现在隔壁卖出去的价格呢，涨到了79万一坪。所以这样算一算，3年多的时间，我们这套房子相对来说就差不多涨了400多万。人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这个天上来的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变现啊！就是其实说它涨呢，对我们自己来住的人来说，真的是没什么区别。我又不可能卖掉它去拿那个涨的钱来干什么，而且我卖掉它可能去买其他地方房子，现在也涨得更厉害。那我们家最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门口就有篮球场，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打篮球。虽然生了小孩，在这里住了3年多的时间，打篮球的次数真的屈指可数。但是呢，看到有拍球的声音也听得很爽。另外呢，家门口就有儿童公园，再走大概30米又有另外一个儿童公园，再走到捷运站呢也有儿童公园。北投捷运站对面就是北投亲子馆。再过去有北投市场，这之前都跟大家分享过，这里的生活机能非常方便。这是房子外面的一些条件，那室内是怎么样的呢？我这里找了一些刚装修好的照片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的卧室，卧室呢现在在这个床旁边已经又放了一张小床，也就是我们家4个人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打通铺。卧室呢还包含一个洗手间、浴室，这是进门的地方，刚装修好，东西还很少。对，走进来之后啊，这就是客厅。客厅是做了一张类似于吧台的比较高的桌子。这是我最爱的厨房了，厨房空间还蛮大的。厨房后面就有一个类似于阳台的空间，这是另外一个厕所。这里还有一部影片可以看一下，这是装修之前的一个格局。然后呢，这里就是主卧，有厕所的主卧。旁边就是另外一个房间，但是呢，其实另外一个房间这里有一扇门，我猜测原先的大门是开在这里的，后来屋主有进行过改装。这是另外一个厕所，这是当时的厨房啊，它是没有做开放式厨房。阳台。这套房子呢，还有一个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呢，虽然是跟隔壁共享的，但是它其实空间很大，因为它只能从我们1楼进去，而不是从公共设施进去，所以相当于是我们1楼的住户自己独享。
那作为一个有小孩的家庭，就非常适合存放一些小孩成长过程当中淘汰下来的东西。对，我们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的情况就暂时不拍了，因为东西真的很多，来过我们家的都觉得我们家一个房间像亲子馆。那在这里住的越久之后呢，我真的发现北投这边的生活机能真的超级好。就我前面说的那些带小孩去活动的地方不说，我们家对面的那条街呢，真的遍布诊所。从什么骨科啊，然后身心科啊，到皮肤科啊，还有综合诊所啊，这些都是出门大概走5分钟都可以到的，看病非常方便。另外呢，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关渡平原的田野在那里。我之前呢，就是接了小孩放学，正好趁落日的时候会去弯一圈，脚踏车骑在那个田野的小路里面，真的非常心情舒畅。不是太阳。我最近呢还发现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家去图书馆也非常方便。这个图书馆真的太好了，一个月可以借好像20几本书一个账户啊。然后呢，它借书还书非常方便。这个有，好，可以，可以，好，可以。像动辄几百块、1000多块的这种儿童图书，可能你买回来给他们看个几个礼拜，他们就不要看了。但是在那边呢，你借回来给他们看1个月，然后就可以去换新的再看过，真的太好了。那我还发现呢，台湾住宅有2个特色，我这里说出来不知道对不对啊？观众可以留言告诉我。就是呢，如果你住1楼的话，默认门口的位置是可以给你们家停车的。如果不停车呢，有一些人也会放一些花盆啊什么，就是告诉别人这个位置是我的，好像是这样子啊。那另外呢，如果住顶楼，通常加盖的部分就是属于你家的，也就是如果像我们这里4楼的话，上面就是顶楼加盖，你买4楼就是送一个顶楼加盖，等于有2层楼这样子。我不知道对不对，观众可以留言告诉我，台湾是不是这个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在台湾这个住宅的语言上、文字上的开箱。我现在住下来呢，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这个房子了，无论是出行还是生活机能都很方便，尤其是听到隔壁邻居卖出去的价格比我们当初买的时候涨了400多万，真的让我觉得好像莫名其妙发了一笔横财。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我觉得也是运气好啦，另外也是有一点命运的成分在里面。就像那个算命网站告诉我要往东发展，好像真的有一点道理。那我这一期分享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各位。